子好疼。你别拿孩子来当挡箭牌。肚子痛是吧？要不我叫吕北义过来摸摸你的肚子，让你好过一点。好，你们情比金坚。那刚刚为什么还和我如此的亲近，让我摸这个小孩，让我听这个孩子？因为你是这孩子的父亲，并且只是做了陛下应该做的事。我真的是孩子的父亲？你说你只是做你该做的，那我告诉你我该做什么。你不配做母，所以孩子出生后，你便不是这孩子的母亲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姑娘，小姐，姑娘，小姐，小姐，姑娘，咱们回去吧。天大的事儿，咱们回去再说啊。是啊，姑娘，天这么冷，这样会着凉的。不做这孩子的娘，孩子出生不叫我娘，就会像时儿那样叫别人娘。不会的，小姐，姑娘，不会的，他是你的孩子，他怎么会叫别人娘呢？是啊，小姐。放开我！小姑娘。待明日姐姐气消了，妾身陪公子去给莲姐姐赔不是。姐姐如此懂事理，定会和公子重归于好的。妾身求公子千万不要生气，气坏了身子。用情太轻伤人，可用情太重伤己呀。用情太重，他又何曾知道？只要有心，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。莲姐姐终会被公子打动的。就让妾身陪公子借酒消愁，静待月明吧。倒酒。是。小姐，救救我的孩子啊！公子，公子，请救救莲姑娘！公子，救救莲姑娘！公子，什么声音？没有声音啊，公子。有，公子真没有。婴儿的哭声。公子，婴儿的哭声。公子，您喝多了，公子。有，公子，公子，你一定是喝多了，没有声音啊。
真的没有声音。您定是喝多了。公子已经睡下，回吧。莲姑娘腹痛难忍，已经落红，请简雨姑娘叫醒公子。公子吩咐了，任何人不许打扰。天大的事儿都得明天再说。是公子吩咐，还是甄姑娘自作主张？李先生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顾不上孩子了。不可以。孩子没有死，我要把他生下来。难道孩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再不接生，就真来不及了。让我试试吧。好，那开始吧。志月，关门拉帘子。冉云，准备热水。是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。丫头。公子醒了。擦把脸吧，公子。水，给我水。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吗？公子，进来吧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莲姑娘她，莲姑娘，公子，您快去看看呐！丫头，我都知道了。公子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丫头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何莲姐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！是。我害死了他，孩子没了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有啊，不是吗？啊！孩子，你不是说我不配做母吗？那是气话，丫头，你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你知道
我对你是真心的。真心？我做的最错的事，就是相信你和莲心有真心。你是不是对公子弟的每一个夫人都是真心？那你呢？你现在对吕北义是真心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你对吕北义是真心的。何莲心，往事种种，皆成云烟，云消雨尽，恩断义绝。妹妹，你心性强，你不知道，人生本就苦大于甜，所有得到也终会失去，可你何必这么执着，深深的埋了自己呢？妹妹，难道只有这个孩子才是你的亲人？我就不是了，他们就都不是了吗？小姐，这个孩子跟了你8个月，可是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你就真的舍得把我扔下吗？早知道你这么早走，我就不该让你这么久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我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主子了，你醒醒啊！小姐，你醒丫头，难道你不想看到我后悔莫及，看着我痛不欲生，看着我为了这一切付出代价吗？丫头，丫头，你醒醒！妹妹醒过来了。妹妹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太好了！
三哥答应了。这不像你，你明知道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，怎么能听他的气话呢？你应该留住他，无论如何都要留住他。我受不了他看我的那双眼睛，冷得像冰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应该，在别人面前我有10000个应该，可在他面前，却只有一个不忍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会相见。你在别院一定要好好珍重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们就会想办法让你归来。柔姐姐，我还要珍重什么？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谁说的？还有真相。什么？你真的相信这是一场意外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路只有一条，为什么公子可以躲得过，你却躲不过？你难道不觉得这其中另有蹊跷吗？柔姐姐，你是说南如真？一定是的。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段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和你蓉姐姐一定会替你找到真相。杀人偿命，上天没有给你的公道，你就自己讨回来。南郊别院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点，绝不会是终点。记住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等到人赃俱获的那一天，无论再苦再难，你也一定要亲手为你的孩子讨回公道。多谢姐姐提点，我记下了。莲儿，你要记住，公子对你绝非无情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，接你回来。今天这么晚叫大家来，是因为出了一件不能对外人道的事情。有人说，在公子邸，某一位小公子，不是公子所亲生的，而是他的母亲借种生子。无风不起浪，甄妹妹，你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婢妾不知此传言从何而起，可婢妾没有做对不起公子的事儿，求公子明鉴。既然没有做过，为何这么着急的求公子？难道妹妹不懂“清者自清”这4个字吗？姐姐只知清者自清，却又可知流言猛于虎，妹妹又岂有不怕之理？想知道妹妹是否清白，倒是不难，滴血验亲也就是了。不错，这也是眼前唯一的办法。公子认为如何？公子，婢妾自知身份卑微，蒙公子不弃，收在身边恩宠有加。婢妾如今拥有的一切都是公子所赐，公子若是开口要回，婢妾绝不会有一句怨言。但是云儿不同啊，她与时儿、昭儿一样，都是公子骨血的延续。公子如今却要一心于她，让云儿长大之后如何做人？云儿不会知道。验。
既然如此，七妹，去取碗水来。是。慢着，恐怕这水谁都能取，唯独妹妹取不得。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水中如果加了白矾，即便不是嫡亲，也一样可以相容。既然妹妹清清白白，又何必瓜田李下的惹人怀疑呢？多谢姐姐提醒。七妹，去把云儿抱来。是。七妹，姑娘和咱们的性命都在此一举了。放心吧。甄姑娘放心，这针扎下去不太疼。不是扎到你的身上，你当然不疼。云儿自出生后就一直喊妹，好不容易安生2天，又要被人疑心，在她身上缠着。我可怜的孩子，人家是小公子，你也是小公子，为何你就这样命苦？妾身也和妹妹一样，初为人母，也一样是宁可自己受再大的痛苦，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分毫。可你想过没有，这一关要是不过，云儿纵使长大成人，也会一直背负着流言，抬不起头做人。难道妹妹想这样吗？把孩子给我吧，只要他是公子的亲生骨肉，从今往后，你们母子便可以堂堂正正。这公子邸内外，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议论你们半分。云儿乖，云儿不哭，云儿乖，不哭不哭，不哭啊不哭，云儿乖，不哭啊，云儿，不哭不哭，云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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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云儿，云儿。云儿，你怎么了？小川，七妹上当的，在小公子怀里。叫医官。云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娘啊，云儿！你别吓娘啊，云儿！云儿，我在这儿。云儿，云儿，如尘，云儿，云儿已经走了。
云儿，云儿，老天爷啊！你睁开眼看看，他才出生几天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带走他？为什么？云儿，我的云儿，公子，如真没有骗你，云儿真的是你的血脉，您看看，并且没有做对不起公子的事儿，如真没有结仇。如真，节哀吧，云儿已经走了。云儿，我的云儿，是你，放走云儿，救她！放手！你做了什么？放手！青凉，你做了什么？当然，你二小婵是我无心，几年来我一直为她奉献祈福。谁知你竟怀恨在心，要置我云儿于死地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云儿，公子，妾身没有。一切都过去了，让云儿安息吧。启梅，把小公子带下去，好生安葬。公子，我说了，把小公子带下去。姑娘，姑娘，公子，这滴血验亲。云儿已经走了，自然没有验血的必要。公子，公子，小儿有话要说。李唐，你想说什么？公子，小儿现在是甄姑娘的下人，本应当忠心护主，不言甄姑娘是非对错。但这件事，小儿实在是难以装聋作哑，所以即便是被指不忠不义，背上叛主的骂名，小儿也必须把事情说出来。说，什么事？甄姑娘心里清楚，若想东山再起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怀上公子的骨肉。眼看离最后一次侍寝的日子渐远，甄姑娘铤而走险，寻了一位相貌堂堂且满腹诗书的男子。甄姑娘在府外还有一处住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莫不是我之前责了你几句，你就在这里陷害我？小儿所言皆是其眉，酒后吐露，句句属实。她寻了一些侍卫看门，把这名男子引诱到住处，在房间内点了迷香，只知道四周浮动着极好闻的香气。男子不知道自己中了迷香，和甄姑娘发生了苟且之事。甄姑娘为了防止此事败露，便起了杀心，也以为这样便结了，谁知道那些人丧心病狂，竟然要杀了他。而此人正是赵清泽。杀死赵清泽之后，甄姑娘顺利怀孕，并且生下了云儿小公子。她以为这件事原本已经过去了，可没想到公子今日要滴血验亲。李唐，你起来。是。真好。
是这样的，公子，不是的。不许碰我！好啊，真是好。公子，你竟然……你不要听那狗吓人胡说，他是虚陷害婢妾，婢妾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这句话真熟悉。你还想狡辩什么？公子，就算如真什么都是假的，可如真对公子的心却是真的。公子只知婢妾很多，却又是否知道婢妾很多为的是什么？婢妾没有别的心思，只是想能一心一意留在公子身边罢了。婢妾实在是舍不得公子呀。婢妾原本只是想说一个谎言，可是谎言一出口，就再也由不得自己，一步一步将婢妾逼上了一条不归路，没有办法呀，公子。受人云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公子难道真的连一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如真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公子，才犯下这十恶不赦的大罪。换言之，就是让公子替你担下这些罪行。如此，你还敢说你爱公子？如此，你还敢说你悔过？连夫人说的不错，你根本毫无悔改之心，不过是为了活命而说了一些违心之话，公子岂能姑息？即便你真的是真心悔改，可是虎毒不食子，要是今天这事情能平息的话，那谁敢相信你以后不会再犯错？李唐在禁书馆只伺候了这么些时日，便知道南如真这么多害人的事。那么从前呢？好好审一审启梅，只怕让人心惊的事情还有更多。我此刻真的想割开你的心，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拖出去，杖毙！公子，妾身斗胆，请公子饶南如真一命。你说什么？论罪，他罪无可恕；可论情，他毕竟陪伴了公子多年。若是公子亲口将他诛杀，这事儿传到王爷耳中，王爷定会认为公子狠心绝情。妾身以为，留他一条命，赶出公子邸即可。
就依连夫人所言，把南如真贬为庶人，立刻赶出公子邸。走吧，还愣着干嘛？以为自己还是侧夫人呢？妹妹为何会突然心软？南如真狼子野心，放虎归山未必是明智之举。即便是为了得公子赞赏，便牺牲了报仇的最好机会，这代价未免有些太大。失去了孩子，也失去了地位。得到的一切都化为云烟，只希望南如真能就此悔过。公子，稍安勿躁。叫我如何能安啊？南如真她本来就一拖再拖，现在又生了个儿子，她以后对我们肯定会更加的不忠心。万一盒子里的东西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咱们……公子放心，南如真虽然势利，但却不是蠢人。她想斗得过洛青莲，少不得有倚靠我们的地方。这也是他一拖再拖却并不拒绝的原因。耐心等等，总有他想通的时候。夫人，南如真她拿到了，她被赶出信公子邸了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夫人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的，夫人。你毕竟是我的人，如果不是我派你入信公子邸，也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。夫人，
你带奴婢回去吧，奴婢给你端茶倒水，做牛做马，伺候你一辈子。是啊，你帮我做了那么多的事，理应好好待你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酒盒你拿到了吗？酒盒还在洛青莲手里。不在你手里。那让我如何带你回邸呀？夫人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人能比奴婢更了解洛青莲。有奴婢给你出谋划策，一定可以将那个贱人碎尸万段。夫人，虽然酒盒在洛青莲手里，可奴婢看过那个地图呀，奴婢可以给你画出来。你看过地图了？看过。好，先吃饱了带你回去。好，吃。夫人，夫人。知月，冉云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回来见夫人啊。谁是你夫人啊？哦，你夫人不是应该在禁书馆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夫人她已经被赶出公子邸，沦为庶人了。怎么，新人倒台，又想起旧人了，又想回来了？不是，我是什么？别以为你出卖了南荣珍，你就立了功了。像你这种接二连三卖主求荣的人，我们连危居不要，我们不要。姑奶奶们，你们听我说，和这小人废什么话？把他轰出去！轰出去！出去！等等，出去！等一等，出去！下人李唐，见过夫人。你是谁的下人啊？他的确不是下人。东篱，你身上的毒性还没消，现在怎么能出去？哎，东篱，公子，你别担心，莲夫人肯定没事儿，我派出去的人肯定能把她找到。报！公子，所有少侠均没发现莲夫人踪迹，再找。是。公子，城里城外都已经找过了，还是没有莲夫人下落。再找。是。公子，还是没有。再找。快去。丫头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公子，您别着急啊。你要做什么？哎呀，常言说得好啊，祸兮福所依。看来这老话说的真没错。信公子的女人竟然落到我的手里，这可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我怎么舍得杀你？还是陪我一夜春宵，便宜了我吧？啊！你既知我身份，还胆敢轻薄，信公子此刻定倾力相救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你就别想着你那公子了，
他呀，奉命去找那些破铜烂铁还来不及呢，哪儿还有心思来找你呀？再说，还想找到我这儿来？我这荒郊野岭的，我就算给他张地图，他恐怕也是两眼一抹黑吧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地图，破铜烂铁。我懂了。你懂什么？公子，你给我说说！你别过来！别！你再上前一步，我就一死了之！别！我没命了，你的主家同样也会要了你的命！别！小娘子，你不要激动啊！我后退，我往后退啊！哎呀，你就算性子再烈，你总会累、会困、会饿的吧？不急，我等着你。到时候你就知道爷的好了。哎，我往后退，我现在就后退。哎呀，也等着你。就这么几幅画，再去找画师，把全曲梁城的画师都找来。是。东篱，有小姐的消息了吗？2天没有消息了。东篱，你说小姐会不会有什么3长2短？哎，东篱，你还要去找？不吃不喝的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是我没保护好小姐。就算我死，也要把小姐找回来。东篱，就在这里坐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是我没有把小姐给弄丢了。没你的事儿，你个女孩家，跟着男人长途跋涉的到处找，看看你手上这些划痕和虫痕，要是让你家小姐看见了，不知道会有多难过。叶公子，你说这是虫痕，那不同虫子咬过的，是否痕迹也会不同？自然不同，有些特殊的，不光能看出种类，还能看出地域。能成一条红线的疹子，就像一条蜈蚣一样。算不算特殊？是不常见，但是只有曲梁郊区的一种小虫子，被它咬过之后，才能得。你放心，你这个不是。我见过。你是说，公子，你都几夜没合眼了，你再这么找下去，你身体受不了，公子。三哥，我知道莲夫人在哪儿了。快！别意，吃饭了。
今天的菜呀，都是我新学的，你快尝尝，是否合口？只有你我2人而已，何必做这么多菜？多辛苦啊！况且你毕竟是……无论我曾经是什么身份，如今跟随你，理应亲手为你做羹汤。你若多吃一碗，我便开心啦。这么多年，委屈你了。虽然共处一室，却始终分房而居，连个名分也没有。委屈吗？我只觉得幸运，能够陪着你，过我所期待的日子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我觉得不安。什么？四哥和四嫂都是心机阴沉之人，现在他们把三哥和三嫂当成最大的祸患，那自然是用得到你。可倘若有一天……等等，此人是你我最大的祸患，立刻杀了，免得拖泥带水。最大的祸患？他们要杀莲儿？哎，等等，你就这样走了？你若就这样走了，如何能救他？谢谢。永远都不要跟我说谢谢。只要你想要，我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也一定会帮你得到的。谁啊？开门！张爷。哎呦，张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杀了吗？哎呀，他怎么还在这儿？哎呀，张爷，这样标致的美人杀了岂不可惜？不如卖了。我跟你说，少说有2000两啊！你们，你们。三哥，你这几日一直找小嫂子都没合过眼，我知道你心疼她，一直把她带在身边。先别急着办事了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那2个犯人宁死不招，除了知道他们是老四的人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如不办差，要如何查出他为何要抓住莲儿呢？三哥的意思是，老四和环州的案子有关。老四虽然已经忌惮莲儿多年，但如此慌不择路，看来已经是逼到眼前了。这已经是环州境内，探捕营已查了几天，可有结果？还是没有查到那些丢失的赃银，但是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：这一年失踪了许多的铁匠。铁匠？这难道跟赃银有关？
哎，丫头，丫头，妾身已经参透了修公子在环州的秘密。兵器厂，这张地图，妾身苦思多日都不得要领。没想到，它竟然是环州的铁矿分布图。难怪修公子费尽心力也要将它夺回。还有什么种得过他起兵夺爵的铁证？但妾身就是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安，不知道丫头，我不需要你如此聪慧，也不需要你胡思乱想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平平安安，和我同骑一骑，同桌而食，同榻而眠。老四竟然对一个女人痛下杀手，确实是丧心病狂。可此事真正让我痛心的，却不是他。你是说易哥哥？若没有吕北义相助，老四寻找再多的铁矿，兵器厂也绝对建不出来。他投靠老四，是人各有志，参与进来也是各有图谋。我从未怪过他，我就是痛心，竟然看错他了。他竟然会完全不顾你的生死。这世上固然有许多重利轻义之人，但我却相信易哥哥不会如此。修公子何其心计，他被蒙蔽了也未可知。报！启禀信公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乙公子追查铁匠的下落，果然找到了兵器厂。公子，此次缴获兵器库有10数个，里面的刀枪和兵器恐怕要数上几日。另外还有几个银库，里面的金银也要数上几日。还有一样宝贝，乙公子亲自带出来给您看，请。老齐，三哥，这兵器库藏了一秘密基地，只放了这个家伙。老七舍不得打开，特地等着三哥过来。易公子，你们从找到这个兵器库，然后再到攻破，总共花了多长时间一炷香的时间，是有些守卫，不过实在不堪一击。修公子煞费心思准备了这个兵器库，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攻破？既然隐灭，自然想不到会被找到，松散点也正常。哎，等等！哎，王印，三哥，想不到老四竟如此胆大妄为。老四，居然写了这么多罪状来公然讨伐父亲，这个厚颜无耻的贺林修，起兵夺爵也就罢了，他竟然还……不是老四，是世子。还有第3条路，借刀杀人，鱼死网。不行，兵器库是我的命根子，是我最后的希望。
我绝不可以拱手让人。吕先生深谋远虑，令人折服。壮士断腕，焉能不同？事已至此，与其一败涂地，不如两败俱伤。真是卑鄙！想不到老四竟然会嫁祸给世子。好在我们缴了他苦心经营的兵器库，也不算徒劳无功。这个兵器库是他送给我们的。什么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鱼死网破，他猜到兵器库难以保全，便索性给了我们，既能嫁祸给世子，逃避罪责，置世子于万劫不复，又能够让我受到牵连。让三哥受到牵连？他明明嫁祸给的是世子，跟三哥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忘了父亲对世子的心吗？历来世子犯错，举报的定会受罚。虽然我奉命查案，可此等谋逆大罪，要上报，世子必废。父亲痛心之余，定会迁怒。要是不上报呢？不上报也难逃众目睽睽，便是欺瞒之罪。真是恶毒！想不到他身陷绝境，还能摆我一道，真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我终究还是败了。新公子，求您赐属下一死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新公子方才说，如若不报，难逃众目睽睽欺瞒之罪，除非将在场探捕营众人全部杀死。属下追随信公子多年，亲见信公子有多少雄才，有多少抱负，属下宁愿一死，也不愿见公子的努力尽付东流。求信公子赐我一死。我的努力绝对不会尽付东流。此次我虽输给老四，但是我有你们，对我忠心耿耿。老四又何尝不是输给我？起来，我要追随我的人都活着，无论何种境地，唯有你们活着，我才有勇气，才有力气拼杀下去。啊！小姐，加件披风吧。没事，我不冷。小姐现在不冷，一会儿出去却要冷了。公子不是在议事吗？是啊，原本在商议给父亲的信函要怎么写，一来一去，还是改变不了定局。想让你来陪我最后看看环州的美景。
公子是怕王爷责罚。多年来兢兢业业，自然不甘心有现在的收场。我若倒下，公子弟所有人难免会受到牵连。想当王妃的，想荣华富贵的，想光耀门楣的。可是我最害怕的，并不是这些。妾身知道公子最害怕什么。公子最害怕的和妾身一样，妾身最怕这漫漫人生路，不能和公子手牵手，一起到白头。霜雪吹满头，也算到白首。此后无论生死，只要陪在公子身边，妾身便无所憾，也无所畏惧。公子，咱们回曲梁吧。无论怎样的暴风骤雨，妾身都与你一起迎着。霜雪吹满头，也算到白首。